Hello， 大家好，感谢各位回到你宝贝的指甲频道。这个影片我们来谈谈万用膏成分配方大解密啊！你宝贝万用膏成分包含了膏底3种成分，以及天然精油5种成分，就这样非常简单。成分列表给各位看一下，膏底成分占95%啊。万用膏的成分啊，基本上是针对严重破坏皮肤的状况来做设计的。它选用了非常厚质的膏脂成分，兼顾了好吸收以及长时间保护指缘的一个效果。而且我们只挑最有效的精油配方，去最大化的满足严重指缘的需求。来，我们来看一下万用膏细项成分分布图。看起来很专业哈，我们就这么专业。有些人会问，哇，你宝贝的万用膏成分会不会太简单了？没有错，成分单纯就是为了顶级用料，吼把油就占了57%的比重，而且我们精油也挑最有效的部分，完全展现了你宝贝的精神，那就是追求完美。不择手段啊！有些人会问说，网拍上面啊，这些原料看起来都很便宜啊，那么你宝贝会不会有很便宜的料啊？这时候要和大家解释一下，就拿车子来做举例好了。同样是4个轮子的车子，最便宜的汽车有卖台币45万的，最昂贵的汽车要好几千万啊！所以不是同一个名字，品质跟功效就一模一样。网拍上面呢，当然是有很多便宜的原料啊，但是精油跟基底油的等级啊，根据它植物的品种、种植的地点跟方法，以及它提炼的技术跟品质，都有很大的差别。更严重的事情是做出来的成品是否稀释作假，也是很重要的一环啊。所以原物料的进价成本从最高到最低相差几十倍，这是非常常见的事情。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万用膏的材质与配方的演进。其实万用膏一开始的时候是我自己在用的通鼻膏，是我随身携带来处理我鼻子过敏的问题。后来呢 ，Peggy 就拿我的通鼻膏到处抹，发现好像还不错哈，我们就稍微更动了一下比例跟成分配方，变成现在的万用膏。万用膏来自传统芳疗学当中的草本疗愈膏，只是“疗”这个字真的太敏感，一定会被政府抓。所以我们升级了基底的成分，而且调整了精油配方之后呢，就把它称作为万用膏，符合它万用的一个特性。在我们讨论原料之前，我们要和大家说声抱歉，原料的效果请自行网络搜寻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卫福部对于原料功效的说明呢，有非常严格的限制，提太多会不小心被罚钱。所以在我们有能力请专业的法律顾问帮我们处理之前，暂时不能说得太详细。所以原料功效自己上网搜一下。我来谈一下3种特殊膏底选用的原因。其中占最大多数的就是吼把油，它占了57%的浓度。吼把油是一种常温时是液态的液态蜡，那在一般市售保养品当中，顶多使用5%就很了不起了。我们选用的是针对脸部使用的等级的吼把油，提供指缘最重要的呵护。另外还使用了蜂蜡，蜂蜡呢在19%的比例，是选用无污染、无农药的有机农场，而且呢我们选择精炼之后，只使用它的蜡质部分，所以可以看到我们的蜂蜡颜色偏白，而且内容单纯，它很亲肤，很容易附着在皮肤的表面。再来是可可脂，可可脂呢在19%，一样是选择于无污染、无农药的有机农场产生的。那么它基本上是制作巧克力的副原料。我们一样取用精炼后的白色结块，稳定、细致、好吸收的材质。这个时候，眼睛的客户会问我们呢，为什么蜂蜡跟可可脂都拿去精炼呢？坦白说，其实没有精炼的效果呢会更好，但是蜂蜡跟可可脂里面都含有特殊的成分，可能会让小部分人有过敏的反应。再加上精炼之后的质地更单纯，可以避免农药污染以及其他的有害物质。所以在这个部分呢，我们只取用精炼过后的部分。来，5种天然精油选用的原因5种天然精油总共占5%的成分。那以下每一种精油各占1%，包含了薰衣草、薄荷、迷迭香、尤加利以及茶树精油这5种。
薰衣草拿出来特别提一下，薰衣草是综合效果之王啊！这边选用山坡上面的有机真正薰衣草，而且只取第一道蒸馏的结果，清新香甜，功效持久，而且也可以来中和我们其他4种精油非常浓郁的味道。另外4种精油用了哪些呢？薄荷、迷迭香、尤加利跟茶树这几种基本上草本气味非常的浓厚，清爽，当然也自然了哈。所以选用这几种是为了针对受伤指缘的强效配方，它也是万用膏里面天然的抗氧化成分。不过这几种味道比较浓，所以依赖薰衣草的一个调剂啊。接下来我们来看天然精油浓度的控制。通常精油浓度我们都会控制在5%左右，它是人体皮肤的上限值。那么基底油跟精油原物料的选择呢？这个部分很复杂，我们在上一篇紫原油成分大解密中有提到。好，各位可以按一下右边的链接，或者按一下我们下面的说明栏有说明，往里面点，这边就不再多讲了。因为万用膏比较复杂，所以我们看一下万用膏实际的制作流程。通常万用膏的瓶身会选择玻璃或亚克力，它能够抗高温以及抗精油腐蚀的能力。使用之前要彻底清洗、高温烘干，而且精油不能和膏一起加热。我们会先接入5%的精油成分在瓶身里面。膏底的部分呢，我们会把膏底的成分全部掺在一起加热。有一种方式是用蜡烛或者精油灯慢慢加热。如果你心急的话，也可以用电磁炉或瓦斯炉，可是那就要隔水加热。加热时候呢，要不断的缓缓的搅拌膏体啦，赶快溶解。温度呢控制在70度上下，不可以太高哦。当我们把膏质加入瓶身的时候呢，要控制在65度到70度的温度上面而且加进去之后呢，就要趁降温之前赶快搅拌混合。温度切记不可以太高，因为精油超过70度以上就会烧光光。真精油燃烧之后呢，是无嗅、无味、无效果，所以温度的掌控非常的重要。混好之后呢，我们就将混合好的万用膏静置降温，凝固之后颜色会慢慢越变越不透明。完全凝固之后呢，就可以把盖子盖起来了。DIY 万用膏最困难的部分是定温，还有高级原物料的购买也是个头大的地方。这时候有人问了，既然含这么多蜡，那万用膏能不能当蜡烛烧呢？其实上是可以的啦。前阵子很流行什么精油芳香蜡烛，那我想说，那试看看。果真万用膏插了烛芯之后是可以燃烧的，可是真的天然精油一烧就没了，一点味道都没有。所以万用膏可以烧，可是没有芳香的效果。那么一般的芳香蜡烛里面放什么东西，我就不知道了。宠物版万用膏配方跟选料。宠物版的万用膏，它的膏体成分呢98%是这3样，天然精油只占2%，分别是薰衣草跟甜橙。在宠物版的配方当中，我们把精油的成分大幅降低到2%左右，因为宠物容易对很多的精油过敏，而且浓度也不能太高，采用了未精炼的可可脂跟蜂蜡去补足相关的功效。可是还是要注意的事情是，因为宠物实在太多种，所以在使用前一定要先对宠物先进行过敏测试哦。如果大家对于万用膏 DIY 教学有兴趣的话，麻烦各位踊跃的按赞跟留言。如果大家敲碗敲得很凶的话，那我们就来想想看，怎么样来推荐大家做一个 DIY 的一个流程跟选料。如果说你懒得 DIY 的话，可以到米宝贝的官方网站买到米宝贝版本的万用膏，在下面的链接里面就可以点进去看一下咯。那么今天对于万用膏成分的讲解就到这边，如果各位有任何想要讨论的内容，都可以在下面留言处留言和我们说。感谢各位看到这边，大家拜拜。